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智美5分钟。智美将在每周2和周4为您更新医疗护理知识，帮您自己在家处理一些日常疾病带来的困扰。从这期节目开始，智美就要为大家介绍具体的医疗护理知识了，请大家在吸收知识之前，仔细阅读视频下方信息栏的免责声明。有任何补充和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善交流。今天的主题是怀孕期间阴道流血了怎么办？前段时间有个怀孕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，提到前几天自己突然出现了血清分泌物，就好像月经刚来时候的样子。她吓坏了，叫她老公赶紧请假和自己去急诊。她老公的行业不能立刻请假立刻批，所以就叫朋友自己先去看，反正只是流一点点血。结果朋友非常生气，去急诊前还不忘打电话数落老公不拿自己当回事儿。那么怀孕中如果突然出现了血清分泌物或者是流血现象，你该如何分析出情况是否危急呢？情况1，刚检验出怀孕也就1到2个月，子宫偶尔小小抽搐1-2下，内裤上的分泌物中混着少量血丝。这种情况不要着急，它涉及到怀孕妇女出现的生理变化。首先，生理变化是正常的。举个例子，性成熟出现的第2性征变化就是生理变化，怀孕乳房变大也是正常的生理变化。不正常的，我们在医学上称之为病理变化。在妊娠期间，妇女的子宫受到雌激素的刺激而增生，会从60克增长到1000克。子宫前下壁偶尔会出现小小的不成规律的抽搐痛，而子宫内血管束的数量和尺寸都在上升。同时，怀孕妇女全身循环血量会增加40%到50%，这就导致了血管壁会变薄。在子宫增生期间，容易发生一些微小血管的破裂，出现分泌物中带血丝的情况。干预不需要特殊护理，观察血丝数量有无增多，一般情况下几天后就会逐渐消失了。如果你的出血不属于这种生理情况，那么就要从下面好好分析病理情况了。情况2，由于胎盘前置导致的流血。胎盘位置或多或少遮挡住了宫颈口，又可分为轻微型、部分型、全部遮挡型。你进行自我检查时会发现，流血是突然间发生的，无痛感伴随的鲜红的血液。注意哦，无痛感鲜红血液。此时子宫的状态是放松的、柔软的、不疼痛的。这种出血一般发生在孕中后期。干预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我护理的方法。如果流血量不多，你可以不用非常着急，从容的去立刻联系你的妇产诊所。你可以同时监测一下自己的每分钟脉搏数和每小时胎动情况，以便和电话接诊的护士汇报。到医院准备做超声波来确诊。阴道检查以及任何可能刺激子宫活动的检查是要避免的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遵照医嘱卧床休息，而这个医嘱一般可能是侧卧位。医生监测出血量，以免发生休克、输液或者是输血维持血容量。出血严重的准备剖腹产。情况3，由于胎盘提前剥脱导致的出血。妊娠20周后出现的胎盘提前和子宫分离，可分为轻微剥脱、部分剥脱和完全剥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自我检查会发现阴道出血是暗红色的，同时伴有子宫疼痛或者是压痛，子宫紧绷的状态。注意哦，此时出血是暗红色，子宫有疼痛，而且子宫是紧绷的。部分患者会严重的腹痛，婴儿窘迫出现。大量出血会发生母亲的休克。干预如果出血量不大，可以从容的联系诊所，去的时候尽量有人送你，注意不要提重物，不要太颠簸。到医院监测母体生命征和胎心率，监测腹部及出血情况。卧床休息，吸氧、补液、输血。
为了防止胎儿窘迫的发生，医生可能会叫你保持一定的体位，比如说头低脚高位，但是一定要遵医嘱。如果休克发生，侧卧，保持头平放在床上，不要垫枕头。监测子宫活动，如果剥脱严重，就准备及时生产。产后注意监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DIC。情况4，宫口关闭不全，有子宫颈撕裂史和流产史或是体质问题的人易患，无法在怀孕前查出。怀孕前期一般不发病，14到20周间自觉发现出血或者是流血，伴有腰底部疼痛、骨盆压力、腹部轻度痉挛，有流产的危险。干预，立刻去医院检查，做宫颈环扎术，密切监测术后任何流血和宫缩情况，报告医生。期间可能需要卧床休息，限制部分活动，禁止性生活，禁止举重。情况5，流产。妊娠20周前自发结束的怀孕，容易出现自发流产现象的情况有多次流产史、严重情绪抑郁、剧烈瘦身后不久、养宠物有寄生虫、内分泌失调、激素失衡。但正常人因为体质原因也会发生流产的情况。自我检查发现阴道流血，伴有血块和组织流出，子宫下部绞痛或者是宫缩的出现。干预，卧床休息，保留排出的血块和组织，同时立刻联系医生。拿不到预约，要去能 walk in 的医院及时就诊。计算换卫生巾的频度，以估计出血量。必要时补液、输血、全流术，心理疏导。情况6，宫外孕，这个就简单带过好了，因为只有少数不知道自己怀孕的人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一般确诊妊娠的时候，医生会用 B 超确定是否正常位置受孕，如果不正常，尽早处理就好。宫外孕出血是发现阴道出现星星点点的出血，或者流出暗红色或者是深咖啡色的血液。破裂的时候，腹部剧痛，辐射到肩部。干预，立即送医。注意，以上所有的情况，如果出血严重，即每小时血量就能浸透一张平时用的卫生巾，或出现规律性的频繁宫缩的时候，应该立刻去急诊就医。看完这些自我诊断知识，你就能在面对妊娠期出血的时候多一份淡定和从容。现在想来，那个朋友应该是胎盘前置，出血不严重，可以不用让老公请假陪她一起到急诊啦。她后来跟我说，要是早知道这些，就不会这么着急，还要和老公吵架了。怎么样，这些知识你学会了吗？感谢收看智美5分钟，点赞并订阅，享受智慧美好生活。